第3集，孙三娘投河寻死。由于孙三娘是凭靠一块浮木免于溺水而亡，所以顾千帆便往她腰间系上绳索。船上其他人见状纷纷帮忙，这才成功将其救起。可正因如此，顾千帆引起郑爷的怀疑。细瞧他身形外貌极似通缉令上的男子，尽管他行商走船靠着江湖义气，可若是犯下窝藏之罪，实为不妥。赵盼儿冷静沉着地回应，直言他若是想要报官，恐怕下半辈子都别想继续跑船。随后编造顾千帆的身份，道其是萧相府的大公子，与之情投意合，定下了白首之约。只不过彭城郡王的侄子欲纳自己为妾，所以选择远走他乡。未能取得郑爷的信任，赵盼儿故意添油加醋，甚至透露自己已有身孕。果然郑爷信以为真。顾千帆听到谈话内容，忍不住打趣赵盼儿，想要给他把脉断孕。如若不是怀有欧阳旭的骨肉，又怎会如此急着前往东京寻夫？玩笑开过之后，孙三娘悠悠转醒，如实告知前因后果。原是他撞破了傅新贵与陶氏之间的私情，二人狼狈为奸，合伙污蔑孙三娘极度蛮横，不敬夫主，重伤妯娌，继而写下休书将他驱逐。本来孙三娘宁死不从，怎知族长收了陶氏的好处，命令众人逼他摁下手印。傅子方更是偏向陶氏，令他彻底心寒。如今娘家已经没人，就连老宅也都坍塌，孙三娘自知无处可去，绝望之下投河自尽。正当孙三娘说到伤心处，情绪越发激动之际，顾千帆过来将她打晕，安置到床上好好休息。考虑到孙三娘的身体虚弱，未能寻得大夫医治，赵盼儿决定临近县城靠岸。与此同时，郑清田未能灭顾千帆，不惜花重金收买整个江南官场。到了次日，孙三娘醒来，疑似是在大喜大悲下患了失魂症。赵盼儿和顾千帆带着她来到嘉兴县，寻了一处医馆看病，不料医馆伙计留意到顾千帆，不动声色地跑去通知府衙。大夫诊断过孙三娘的情况，交代她必须静养身体，并且服用7天珍贵药材。怎知赵盼儿等人准备离开医馆之时，一伙官兵突然出现，顾千帆不得已在中途下了马车，叮嘱赵盼儿先带孙三娘，他则留下来应付官兵。眼看着马车行驶一段路程，赵盼儿心有不安，于是折路返回寻找顾千帆，终在悬崖处将他拉了上来。此时孙三娘在马车里醒来，一眼看到山顶的赵盼儿和顾千帆，不停朝他们挥手。考虑到眼下官兵全城搜捕，顾千帆干脆以真实身份住进医馆，成功躲避府衙追查。待安顿过后，顾千帆才向赵盼儿透露大夫故意夸大孙三娘的病情，无非是想骗她银两。顾千帆凭借针灸之术为孙三娘驱瘀清毒，但是这过程中比较残忍，所以先支开赵盼儿去楼下。不到片刻功夫，孙三娘恢复清醒意识，她也看到之前的通缉画像，以至于误会顾千帆是罪犯，直接用花瓶将他砸晕。直到赵盼儿向孙三娘道明缘由，才彻底令孙三娘安心。事实上，顾千帆并未真正晕过去，只不过是装作昏迷。当他听到赵盼儿的真心话，一言不发地走出客栈。赵盼儿猜测，真正想要谋害顾千帆的人极有可能是郑清田，因为他方才看到追杀的人马分明是秀州兵马都监属下，同时想到了下海补文书的钱塘县令，能够让县令的手伸向秀州，想必背后之人的势力不容小觑。在确定赵盼儿值得信赖后，顾千帆直接将计划如实告知，且看接下来的情况如何。当天夜里，周舍来到华亭县寻花问柳，没想到徐老板从门外进来，要求他必须在1日之内凑齐赌债，否则手指不保。周舍逼迫宋引章交钱，奈何宋引章身无分文，甚至遭其囚禁，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。赵盼儿跟着顾千帆上街，两人在商量对策时，无意间遇到宋引章的丫鬟银萍，通过对方得知宋引章的遭遇。自从周舍与宋引章成亲之后，起初还算是温柔体贴，可是到了华亭县便以各种理由之前，到后来宋引章察觉不妙，可惜为时已晚，自此之后动辄打骂。银萍跪求赵盼儿救出宋引章，
否则迟早会丧命于周舍之手。赵盼儿念及姐妹情深，于是便和顾千帆商量，希望从其手里借走10两黄金。本来顾千帆不肯借钱，赵盼儿唯有透露夜宴图真迹在自己手里，愿用此物与他交换。